台湾问题不解决，中国在世界上就永无宁日，各种妖魔鬼怪会此起彼伏地跳出来。因此，一劳永逸的办法就是早日实现祖国的统一，彻底的割掉台独这个毒瘤。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报民说。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，因为和中国建交，美台不惜在这个国家煽动暴乱，看来呀，只有统一才能彻底的清除后患。台湾问题不解决，中国在世界上就永无宁日，各种妖魔鬼怪会此起彼伏地跳出来。因此，一劳永逸的办法就是早日实现祖国的统一，彻底的割掉台独这个毒瘤。南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最近发生了严重的暴乱，首都赫尼亚拉至少有一半被大火和掠夺摧毁，其中损失最严重的是华人的店铺。而这次暴乱幕后的黑手竟然是美国和台湾当局。2019年呢，在总理索加瓦雷的主持下，所罗门群岛与中国台湾省当局断交，与中国大陆建交，这让美国和台湾当局心里很不爽。于是他们联手在幕后煽动反对势力，制造了这一起暴乱。所罗门群岛有900多个岛屿组成，首都所在的瓜达尔卡纳尔岛曾经是2战著名的战场，人口呢大约 15.6 万。所罗门群岛有一个省叫马来塔省，它所在的马来塔岛面积稍微要小一点，但人口却比瓜达尔卡纳尔岛还要多一点，因此马来塔省就有了和首都分庭抗礼的资本。马来塔省的省长是所罗门政府反对党的领导人，和现任的总理索加瓦雷是死敌，他还是一名死硬的亲台派，一直要求总理下台，并要求与中国断交，与台湾当局恢复所谓的外交关系。2019年所罗门与中国建交以后，马来塔省的省长一直和中央政府唱对台戏，继续与台湾当局保持关系，还拒绝与中国大陆有关系的公司进入该省投资。为此美国政府去年奖励马来塔省2500万美元。今年5月份，马来塔省的省长以看病为由前往台湾，受到台湾当局的精心招待。在这个过程中，美台和马来塔省的省长就进行了私下的勾连，策动了这一次暴乱，目的就是要让现任的总理下台，然后和中国断交。参加这次暴乱的1000多名暴头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马来塔省，这就是最好的证明。对此所罗门群岛的总理索加瓦雷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得非常清楚，这次事件背后的唯一问题是围绕所罗门群岛在2019年将外交关系从中国台湾省转向中国大陆。不幸的是，他受到了其他大国的影响和鼓动，我不想说出他们的名字，但我们都知道他们是谁。暴乱给所罗门群岛这个国家造成了严重的损失，据初步统计首都霍尼亚拉至少有一半被大火或掠夺摧毁，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 2.27 亿美元，而所罗门群岛一年的 GDP 总共也就是 15.5 亿美元。所罗门群岛的这次暴乱给了中国一个严重的警示，美国和台独势力已经开始动用极端手段，在国际上制造一中一台。近一段时间以来，国际反华势力打台湾牌是越打越猖狂，美国就不用说了，欧洲的捷克、法国这些国家的议员和政要纷纷访台。这一次所罗门群岛又因为和中国建交的问题而被煽动暴乱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美国把中国作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，而台湾被认为是最好用的一张牌。为此美国调动一切它可以调动的资源，利用台湾问题让中国难受难堪，目的就是要干扰中国崛起的进程，消耗中国的发展资源，最理想的是要激起中国大陆民众的冲天怒火，裹挟着中国的决策层出现战略决策上的失误。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心理准备，并以坚决的措施和手段予以反制。比如所罗门群岛这样的国家，我们就应该在多个领域大力的支持其中央政府，除了必要的资金援助，还可以向他提供各种必要的平暴止乱的装备，可以帮助他们训练警察和防暴部队，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帮助这个国家组建军队。总之支持我们的，我们就一定要大力的扶持，不能让美台的阴谋得逞。
一定要把他们的嚣张气焰给打下去。我们要让世界看到，跟着美国打台湾牌没有好果子吃。看来呀，问题的核心还是在台湾。台湾问题一天不解决，中国在世界上就永无宁日。各种妖魔鬼怪会此起彼伏地跳出来。一劳永逸的办法就是早日实现祖国的统一，彻底的割掉台独这个毒瘤。好，这句话就说到这里。